阿姨您好。哦，坐吧。哎，请问你喝点什么？2杯咖啡。好，你稍等啊。大志啊，对，我听我们家丹丹总是提起你。行，孩子挺精神的。他听说你今天要见他，紧张的一晚上没睡好，要不还要更精神呢。这不害臊呢，孩子。那个，我听说你们家也是滨河的。对。你父亲还是师范学校的老师。对，他是历史老师。妈，大志也是在滨河市委家属院长大的，我们以前怎么没见过呢？你们家以前也在市委大院啊？那你妈是哪个部门的呀？我爸以前是农委的，后来辞职当老师了。我妈以前是市委招待所的服务员，现在在滨河开了一饺子馆。我爸辞职以后，市委没把房子收回去，所以我们家现在还在市委大院。那你父亲叫？哦，我爸叫陈志，我妈叫张翠花。阿姨，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阿姨，你们是不是认识啊？当然了，都在一个楼里工作嘛。哦，那阿姨，您是哪个部门的？我在秘书科。谢谢。谢谢。妈，大志和我一样喜欢看星星，他还有一台和我的一模一样的望远镜。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？对，是。对，大志啊，和丹丹的事儿，你父母知道了吗？不知道。哦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。我想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对，他们都还好吧？妈，你别弄得像个调查户口的啊。随便问问。阿姨，我父母关系不太好，他们很早就分居了。其实这婚姻也早就名存实亡了。不过我都跟丹丹说了，我们以后不会像他们那样。我会对丹丹好的，阿姨，请您相信我。妈，你觉得大志怎么样？你喜欢大志吗？丹丹啊，妈妈也不会干涉你们俩的交往。不过，我是有一个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如果你们俩真的打算交往下去的话，就一定要得到大志父母的祝福，也就是大志父母一定要认可你、接受你，你们才能够继续交往下去。阿姨，我父母会喜欢丹丹的，我保证，他们肯定不会反对。那当然，妈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这样吧，你先出去逛逛商场，一会儿妈妈给你打电话，你再过来啊。好吧，我回避。别紧张，我妈不会刁难你的。行，那个别紧张啊，喝咖啡吧啊。哎。大志啊，我听丹丹说你们是那个入校的时候认识的。对。新生报到那天，我看到丹丹拉着一只大箱子从我面前经过。阿姨，我在梦中出现过这样一个情景。
需要帮忙吗？你是来报道的吧？那就别客气了，我也是来报道的。来，我帮你答一个。你哪个系？历史。我也是。他就是我的梦中情人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丹丹好的。现在你对他好，我相信。不过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谁也不知道，对不对啊？大志啊，你以前交过女朋友吗？谈过。那为什么分开了呢？我们的生活观念不一样。他太浪漫，我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现实一点。大志啊，你看，现在你跟丹丹还在读研究生，今后肯定还只是一个未知数，怎么能够谈得上知道实际呢？你们俩现在的感情基础不过就只是感觉而已，也就是浪漫。大志，其实你们家里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。你父亲呢是个有文化的人，知书达理，但你母亲读书少，没上过学。他们俩的结合也算是中国特有的结果吧。我想听听你对你父母之间婚姻的看法。阿姨，我不想谈论我父母的婚姻，我只能说，他们都是好人。正因为他们的婚姻失败了，我才不想让我的婚姻也跟着失败。你得明白一点啊，这跟好不好人没有关系的呀。假如你父母要是不喜欢丹丹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我父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，而且他跟我说过，他不干涉我的个人问题。那你母亲呢？阿姨，我也跟丹丹谈过了，我们相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，别人都干涉不到。我父亲也说过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，我们是新一代的人，不应该被外界干涉，也包括您。所以，阿姨，我真诚的希望您也不要影响我们。好，那我答应丹丹跟你回趟滨河看你父母。哦，这滨河离这儿也不远，丹丹必须当天得回来啊。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呀，丹丹个性强，这万一要是你父母看不上她，她总得有个回旋的余地吧。阿姨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无论我父母同意或者不同意。大志，阿姨也说过了，如果你们俩想要走到一起的话，必须要得到你父母双方的祝福。记住了，是双方，缺一方都不可以的。妈，大志不错吧？这孩子还不错，人挺诚实的。谁说你眼睛花了？没花呀。瞧把你给美的呀！对了，丹丹，妈已经答应了，让她带着你回滨河见见她父母。真的？太好了，仔细算算，我也很多年没回滨河了。妈事先给你敲个警钟啊，他父亲倒是人品不错，知书达理的，不过他妈性子急，嘴巴也快，你有些话别往心里去，听见没？你放心吧，妈，他们喜欢我还来不及嘞。啥？你都没见过就喜欢你了？啊，对了，你要去滨河的话，当天就得回来啊。晚上回来啊？妈，我们中午到那
下午总得吃个饭什么的，为什么要晚上赶回来？你说你这一个女孩子出去，妈妈一个人能放心吗？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大志可都答应了，你要是不答应，那你就别去了。好吧。快走啊！妈！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这死孩子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回来，我就来看你来了。啊，丹丹叔。哎，妈，我给你介绍个人。哎，妈，我女朋友丹丹，特意从省上来看你老人家。哦，阿姨好。哎，好。哎呀，这姑娘长得真好看啊！你看没有啊？跟从画里走下的人似的啊！哎呀，这孩子还真够有眼力的。那是。别在这儿站着聊了，咱俩包间聊会儿呗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妈开的是大饭店吧，还有包间呢。行吧你，快走，哎，照顾着点啊！来，快进来！哎呀，坐这儿。哎呀，你别说啊，大志，你这傻人有傻福啊！这么好的闺女，让你给骗到手了。阿姨，说人家不好意思了。好，来，放这儿。哎，我来。好。妈，你看你说的，你用骗到手也太不好听了。哎，姑，你叫啥来着？丹丹。哦，丹丹。哎呀，你看啊，这丹丹这名字多好听啊！啊，丹丹啊，多大啦24了，阿姨。哟，24可不小了。阿姨24的时候都有大志了。妈，你看你又来了。你看这还不好意思了，真是。哎呀，丹丹，喜欢我们家大志是吧？喜欢。怎么个喜欢法啊？是喜欢到骨头里那种吗？要进来。老板送韭菜蛋来了。到会计那儿支点钱，另外让唐大爷签个字就行了啊。哎呀啊，你看这闺女真好啊！阿姨第一眼这一看你就喜欢上你了。哎呀，我们大姐真能跟你好啊，那是她的福分。哎，不过我们家大志也不错啊，大志一定会对你好的。哎，不过没事儿，他要是不对你好，你告诉阿姨，阿姨是一直肠子，阿姨绝对饶不了他。啊，老板，姑娘觉得来了。啊，你告诉他们，等会儿马上就来啊。阿姨，谢谢你。我觉得我和大志能走到一起就是缘分，只要我们真心相爱，我们会对彼此好的。哎呀，你看啊，那丫头真会说话啊！你看说的多好。哎，妈，那你赶紧忙去吧。我们一会儿还得去我爸那看看。我们今天啊就得回去。今天就回去啊？哎呀，多住几天呗，家里有住的地方。不了，阿姨，回去还有事儿呢。哦，那行，那我们就上我爸那儿去了啊。哎，着啥急啊？啊，吃完饭再走呗。哎，尝尝阿姨啊那新的那个葵花馅饺子，再给你们拌俩凉菜啊。吃了饭再走，行吗？谢谢阿姨。哎，不谢了。行，那就坐着，我让他们现在弄去，陪着丹丹啊。行。你妈好手快啊，说话速度好快。他一直就这样。爸，大志，爸，他就是叶丹啊，你好。叔叔你好。怎么样？我爸斯文吗？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我跟他说了，我们刚从我妈那儿过来，您跟他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行了，别在这儿站着了，走，进屋坐去。走。来，快进来。哎，坐吧啊。来，大志，招呼丹丹坐啊。哎。我自己做的，挺粗糙的。爸，丹丹也喜欢天文，她有一台跟你送我一样的望远镜呢。是吗？是我爸爸留给我的。我妈说我爸喜欢看星星，后来他就叫我也看星星。叔叔，
你做这个花了很长时间吧？那是，这可是我爸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做成的。我劝过他，说天文望远镜市场上都有的卖的，干嘛非得自己做呢？可人家愣不听，说这是梦，还真让他做成了，跟买的似的。叔叔，有什么故事吗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我答应过一个朋友要给他做一架望远镜，一直没兑现，现在有时间了，就慢慢做成了。我觉得一点都不粗糙。有些事儿是要用心的，值得花费一些功夫去做，哪怕没有结果。大志，你有这种精神吗？有是有，但是我不如我爸。行了，快来，快坐。丹丹，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只有我和妈妈。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是妈妈把我拉扯大的。那你母亲很不容易啊。确实很不容易。哎，对了，大志跟没跟你说过我的想法啊？我说了不算数，您得亲自跟他说，他才信呢。叔叔啊，挺开明的，我不会干涉你们交往，只要你们是相爱的。当然，我也不会袖手旁观。大志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尽管告诉我。瞧你说的，我能做什么不对的地方？我是说万一。当然了，大志还是个好小伙子，你眼光不错。哎，大志啊，你有时间啊，带着丹丹在滨河转转啊。哎，我忘告诉你了，丹丹小时候还在滨河待过几年呢。他妈是这个市委秘书科的。秘书科的啊？对，资料室。资料室叫什么？我妈叫叶秀罗。爸，是不是认识？哦，认识。那行，那我还得带他去市委大院看看。他想看看他以前住那楼。那我们就下午看完就回学校了啊。好。哦，再见。大志。哎，孙老师。哎，大志，你爸听到我妈名字的时候神情好奇怪啊。哪儿奇怪？你不觉得吗？他一听到我妈的名字就愣住了，我们走的时候还愣在那儿。有点。他会不会和我妈关系不好，有什么过节啊？这你可就多虑了。我爸脾气好，跟谁都没红过脸。是吗？是。我以前就住那儿。啊，你们家就住这儿啊？我们家就住后边那楼。这么近啊！你说我怎么早没发现你呢？幸好当时没发现，你是在应该出现的时间出现了，早一点或者晚一点都不合适。丹丹，我觉得我父母挺喜欢你的。那当然，我也喜欢他们呀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你爸妈真的是很不同的两类人，他们怎么会走到一起的呢？我不知道。那他们为什么分居啊？嗨，我妈心眼小，老觉得我爸有外遇。那你爸有吗？我跟他住了几年，我保证他没有。你妈不相信，不让他回家。我撮合过他们，没戏。一开始还是我带我爸回家吃饭的，而吃完吧，他就又回学校了。后来吧，我妈开饺子馆了，生意也忙了，也没空做饭了。我爸呢，就几乎不回家。人都说性格互补，他们多互补啊，怎么没补到一块呢？我也说不清楚。他们的差别吧，是那种骨子里的。我觉得他们的结合就是一误会。哎呀，虽然说都是好人吧，可是好人和好人啊，也不见得就合得来。
是说，他们应该分开？他们现在不在一块儿了吧？反而倒能心平气和的说2句话，我倒觉得跟朋友似的。你主张他们分开吗？我可没这么说。那我是顺着你的话说，你爸妈也不年轻了，难道他们就不需要有个人在身边体贴照顾吗？他们分居这么多年，这证明他们已经不爱了。既然已经不爱了，为什么还要在一起？大志，难道你希望看到他们就这样凑合余生吗？这也不是我能左右的。现在都什么社会了，凑凑合合的怎么会有幸福呢？你再好好想想吧，大志。对不起，大志，也许我不应该这么说。我爸去世的早，我一直认为我妈应该重新组建一个家庭，但是我妈总说她忘不了我爸。我现在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我妈能忘了过去，重新找到幸福。这是我一定要做成功的。请坐，哎，慢走啊，哎，这不错吧？这馅的，哎，这个麻辣牛肉，15，哎，赶紧给人上去啊，哎，吃好喝好啊，哎，快请进，来，里边坐，哎，里边请啊，快，待会儿给人点菜去啊。明天早上啊，你早点去啊，嘱咐他们多买点东西。那不是有到咱们这儿办婚礼的吗？万一缺点啥的啊？好，哎，好，行，回了。哎。翠花。哟，你在呢？啊。我还以为我忘了关灯了。我去了饺子馆，看你太忙了，就没打搅。哦。有啥事儿啊？那大志他女朋友你见过了？哎呀，见了。这大志啊，还真挺有眼光的。哎呀，那丹丹长得还挺让人心疼。你知道那个女孩是谁吗？那不是大志他同学吗？翠花，我得告诉你，那个女孩啊，是秀罗的女儿。你咋知道的呀？他们告诉你的？啊。你来，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？我是想说呀，我们得尊重大志的选择，孩子的幸福是最要紧的，你别去阻拦他。那也不管我是咋想的。翠花，我们大人之间的恩怨和孩子没有关系。你看那俩孩子多好啊！这世界上好姑娘都死完了，大志非得找他，我不同意。我就怕你来脾气，我来就是想跟你聊聊，我们得多为孩子考虑。我为他考虑，他怎么不为我考虑啊？我把他生下来养这么大啊，他怎么不为我考虑？我不同意。你也别再说了，这事儿你不用管，我跟他谈。我走了。翠花，你是个母亲。我希望你为孩子的幸福着想。你秀罗的女儿，
老板没来。今天没来，平常这时候都来了，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老板来了，你告诉他，我今天有事。好的，大爷，你今天不来了。哎。妈，哎，你不是病了吗？你心里还有你妈呢。你看你说的，我心里咋能没有你啊？我接完你电话，我赶半夜火车我就回来了。你病咋样了？要不上医院啊？没事儿，你妈好着呢。啊，坐这儿，妈有事儿跟你说。啥事儿啊？你说。实话跟你说吧，妈啥事儿也没有。妈叫你回来呀，就是想跟你说说你那个女朋友。什么女朋友啊？昨天不都见着了吗？你了不了解她这家庭啊？我了解啊，我还见她妈妈了呢。她妈说了，只要您和我爸同意，他们就没问题。你见过她妈了？那你还见没见过他们家其他什么人啊？啊？她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他们家就他们娘俩，怎么了？我今天叫你回来呀，我就想跟你说，妈不同意你跟他交往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他妈是谁呀？啊？他妈是不是叫叶秀罗？对啊。这叶秀罗是谁？你知不知道啊？就是当年勾引你爸的那个女人。妈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那他妈是他妈，他是他妈。我喜欢的是丹丹。那只要我们俩人相爱，那不就够了吗？行了，妈，您别说了啊！您颠过来倒过去说的就是丹丹她妈妈的不是啊！她这些年是您心里的敌人。我不是向着我爸说话啊，我一点也不同情你，我反而有点可怜你。啥？我说你还别不高兴啊！我跟丹丹的事啊，谁也拦不住，这事就到这儿了，不提了啊！我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儿，你跟我爸分手吧。你说啥？妈，您跟我爸这样都多少年了？你看，咱这还像个家吗？难道你们一辈子就这样了？你们应该分手，去寻找各自的幸福，还来得及。谁让你来管我跟你爸的事儿的啊？我现在说的是你的事儿。妈，以前我不懂事儿，非要把你和我爸拉到一块儿。那现在我自己恋爱了，也知道了，这和自己爱的人在一块儿啊，是多快乐。您和我爸这么些年都这样，得多痛苦啊！是，以前你得靠我爸生活，现在您还要靠他什么呀？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了？我现在根本不靠他了，别说我，就我家里人谁靠他了啊？我现在家里人哪个过得也不差。就是啊，那既然如此，既然已经分开这么多年了，那就分手吧。分手，说的说的，这你知不知道啊？啊？你知不知道你妈这一辈子就爱了你爸这一个人？你知不知道？你妈是真心爱你爸的。你妈恨也恨过了，怨也怨过了，可是你妈对你爸的这份爱从来就没有消失过。你妈这一辈子爱的就你爸一个人。
要是现在就分手了，那你妈不是白爱了？你们没有白爱啊，你们不是有了我吗？爱不是自私的，您为了我爸好，为了你们俩都好，分手吧。这句话是你爸让你来跟我说的。妈，您别误会啊，我还要找我爸说同样的话。爸，大志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妈昨天半夜给我打电话，说她病。她没病，她是不同意你跟叶丹交往吧？哎，都怪我多事儿了。我昨天去找你妈了，跟她说了你们的事儿。我的本意呀是不要让她干涉你们，结果适得其反了。爸，这不赖您。爸，我来是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儿啊。跟我妈离婚吧。现在我自己恋爱了，也明白了，如果你爱一个人，就应该陪在他身边。您跟我妈这么多年都这样，你们真的应该考虑一下，为了对方的幸福，离了吧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这想法都哪儿来的呀？你们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实际意义？大志，爸爸不想考虑这个问题了。为什么呀？就因为当年我妈为您做出了许多牺牲啊。这是一方面，那另一方面呢？爸爸不年轻了，我不想折腾了。你们都不老啊，应该开始考虑新的生活呀。考虑新生活，你妈她自己会生活吗？你看看她前一段时间为了做那个生意惹了多少事儿，她离不开我。再说了，当年爸爸对不起她，我不爱她却娶了她，然后又长期忽视她，我不能一错再错。爸，您这么想是自私。我怎么自私了？您为我妈考虑了吗？难道她就想要这样的生活吗？她就该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吗？您所说的一切都是从您的角度出发的，你能不能从我妈的角度想想？她身边没有人陪啊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她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，难道她就一直这么走下去吗？您这么耗着她，就是自私。我跟我妈也谈过了，我真诚的希望你们都能认真的考虑一下。哎，老板您怎么来了？啊，哎，这怎么能让您来？快给我！哎，那个唐大爷呢？唐大爷这几天请假，他一直没来。哦，那行，你先换衣服去吧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哎呀，不会出啥事儿了吧？唐大爷，这两天你干啥去了？有点事儿。老板呢？
老板在里面了。哦，翠花，翠花，哟，唐大哥，你这几天干啥去了啊？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？没有，那个你什么时候闲下来，我有事跟你说说。来，大哥，哎，啥事儿啊？是这啊。我可能以后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。你看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？啊，给你工资。哎，说实话，我也不想给你工资。那给你工资，那不就成了你给我打工了吗？啊，我早说过了，那给你股份啊，这店又不是我自己的，是咱俩的。那个不是，那个工资和股份呐，我都不要。我能在这儿帮你的忙，吃上你亲手包的饺子，我就很快乐，就够了。那为啥呀？那个闺女又给介绍了个老伴儿。啊。你不是也跟我说了吗？都一大把年纪了，别再挑了。我听你的，跟她相处了几天，我觉得还行。这不，闺女把乡下的房子也给整修了一下。我就准备这几天到乡下去张罗这事儿，在乡下跟她过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哎，那太好了，那恭喜你了。谢谢你啊，妹子。我这一走，恐怕就再也见不上面了。那为啥呀？这文商县离这儿又不远。是挺近，不远。可是成了家的人了，老往你这儿跑，也太不像话，是吗？哎，是啊。哎呀，那挺好，大哥，那就祝福你吧。妹子，我走了，你回吧。哎，唐大哥。啊。哎，就那个女人，爱不爱他呀？翠花妹子呀，都一把年纪了，还什么爱不爱的？那哪行啊？那一把年纪咋了？那一把年纪那也得爱呀！啊，你爱不爱呀？妹子，我跟他这才接触了几天，爱不爱的谈不上，就是合适不合适，我觉得他还合适就行。我走了。哎，啊，你看唐大哥，最近这些日子呀，你一直帮我，你不是最爱吃我给你包的那饺子吗？哎呦，你说这破饭馆开的，一天到晚的穷忙，也没来得及给你包顿饺子吃。你这要走了，啊，这我怎么着也得让你吃上一顿呢。一会儿这些客人走了，我今天就不营业了，我专门啊给你包饺子，好不好？哎呦，那怎么行呢？一天不营业。你得少挣多少钱呢？哎呀，钱是啥呀？钱是孙子，人才是大爷呢。行了，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啊！我今天一准让你吃上饺子，走回去吧，走吧，啊！吃吧，妹子，那咱一起吃吧。哎呀，我不吃，我看着你吃，快吃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咋样啊？好吃。妹子啊，我这人一走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。可你这饺子的味道啊，我一辈子都会记得。回吧。剩你自己了，又剩下你自己了。来了。
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今天下班这么早啊？人少啊？今天就没营业。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啥事儿也没有，就是想歇歇。哦，快进来吧，快进来吧，里边坐啊。怎么样？我这还不错吧？就是乱点儿。哎呀，这些年你一个人也苦了你了。哎，说这干嘛？你不也是吗？快过来坐，来喝水。坐下啊。哎，翠花，你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也没啥事儿。其实啊，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，你一定要说实话。啊，你问。这么多年，你心里没忘了他吧？你说的是叶秀罗吧？没忘。翠花儿，自从他搬走了以后啊，我跟他再也没有联系了，也没有任何消息。是大志带着叶丹过来，我才知道那是他女儿。你爱过他吗？爱过。那你能告诉我那是什么感觉吗？哎呀，咱不说这些了啊。你们从来没联系过？没有。哎呀，抱歉对你这么说。那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啊。那你对我呢？你对我是什么感觉？说实话。翠花，咱们是亲人。亲人？是啊，这么多年了，咱们已经是亲人了，因为咱们有了大志。我没明白。就是两棵树，两棵不一样的树长到一块儿了，那枝枝丫丫的就缠到一起了，你不可能把它们分开了。要硬要分开，得砍掉多少枝叶呀？这就是亲人。大志他跟你说过他的想法了吗？说了。那你怎么想的？你是怎么想的？还没想好呢，等想好了再说吧。哎，翠花，那大志和丹丹的事儿，你怎么想啊？哎，能怎么想啊？我能伤害自己的儿子吗？哎，谢谢你，翠花。我也谢谢你。咱们俩这么多年，你头一回跟我说了心里话。走了。
人呢？出来！啊，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您不是说今天不开业吗？大师傅都走了。哦，没事儿，我来啊。老板，你行吗？嘿，什么叫我行吗？我当然行了啊！都出来干活吧啊！开业。小张，快，进来！哎，都睡觉麻利点啊！哎，老板，切好之后再来2斤韭菜鸡蛋。韭菜鸡蛋的啊！来了来了。钢铁做的，没想到没有任何先兆，他就这样倒下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我妈一直有严重的高血压，我和我爸都没有意识到。她是脑干出血，目前陷入深度昏迷，情况很危险。到底有多危险啊？根据她既往的病史，血压一直很高。你们做家属的，怎么一直也没有注意？也没给他很好的控制和治疗呢，啊！他的脑干出血足足有15毫升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什么？出血在15毫升以上，死亡率在80%以上。妈，大志，不是还有20%呢吗？你妈一定是在那20%以内的，大夫。求您了，咱们用最好的药物、最好的治疗，一定要把她抢救过来。根据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啊，有3种可能。什么？这第一种呢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。第二种，生命体征还有，但是人就会能睡着，再也醒不过来，啊，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成为植物人。那第3种呢？我们期望他能够挺过来，清醒过来，最好的结果也会是瘫痪，啊，起码是半身瘫痪，从此需要有人照顾。她有人照顾，大夫，她有丈夫有儿子，咱们就往这个方向努力吧。喜欢你，你喜欢我不？咱俩要是好了，他们就不敢说你出身不好了。该。这怎么敢呀？不行！你收下吧。不行，收下吧。哎，咱俩亲我嘴了，那我就是你的人了。你怎么咬我？你终于成我男人，再也跑不了了。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哎，你听见我背古诗了吧？正听着呢。妈说这诗写得好，我也没觉得怎么好。就这诗我也会写，呀呀呀，成天叫嘎嘎，一天一个蛋，打油买盐全靠鸭。人这一生，爱情是很重要，可还有一件事比爱情更重要，良心。师傅，司机师傅，哎，有什么事儿？
麻烦您停一下车。这儿怎么停车啊？我有个急事儿。这儿停不了车，没法停车。我得下车。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你在那儿下什么车呢？啊，过那口再给你停。麻烦您了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怎么不营业啊？唐大爷，老板病了，住院了。病了？什么病？说是脑出血。脑出？翠花啊，翠花，大夫说了，得经常帮你做按摩。我现在就给你捏胳膊呢，你能感觉到吗？啊？我手劲大不大呀？要是手劲大了，你就告诉我啊，别把你捏疼了。翠花，大志，你回家睡去吧啊，回去吧。爸，我年轻，今天我守着，还是你回家睡去。你回去吧，你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。咱们得做好长期准备，别俩人都在这儿耗着。你明天再来换我啊。那还是你回去吧。你回吧，我有话想跟你妈说。翠花儿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能听见吗？你一定能听见。翠花儿，你得坚持住啊！这辈子你什么苦都吃过了，什么罪都受过了，好日子刚来了，你怎么能倒下呢？都是我不好，我对你关心的太少。你早就病了，我居然不知道。以前咱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只要我咳嗽一声，你就把药替我准备好了，你连个手绢袜子都不让我洗。可是当你老了，病了，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，我居然不在你身边，就让你一个人这么撑着，一直到你倒下。我对不起你呀，我对不起你呀，翠花，你原谅我吧。41号的病人明天就要出院了，看有什么液体再给他输。护士同志，请问翠花在哪个病房？翠花啊，我给您查一下。哎，是不是叫张翠花啊？对对对，她在43号。43号，在哪儿？在那边。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了，老这么来往，别人说闲话不太好。
你可不能走啊！你要是就这么走了，叫我怎么对得起你呀？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？翠花，你得坚持住啊！为了我，你也得坚持住。我发誓，我要试着真正去爱你，把你放进我心里。咱们要像所有相爱的人一样，好好的生活，一起走过这下半辈子。为了这一天，你也得坚持住啊，翠花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为了这一天，你也得坚持住。你不会死，你不会死。像你这种女人，就是有人把你扔到井里，你都能自己爬出来。不会就这么走。哎呀，翠花啊，你要活着。咱俩虽然这辈子没有缘，可是我还是离不开你。哟，唐大哥，你来了。那个，他怎么样了？我能进去看看吗？哎，翠花，翠花。你一定要挺住，我要你活过来，而且我要看你活得好好的，活得高兴，活得开心。翠花，我不图你报答我什么，我就让你手脚能动，然后能吃我给你包的饺子。我要学会包饺子，薄皮儿、大馅儿。里面加了糖，就为了这盘饺子，你要活下来。谢谢你来看翠花啊！大兄弟啊，有些话呀，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可是翠花她就是不让。什么？你把你们家女人太不当回事了。翠花这个傻女人呐，一辈子的心里就装着一个男人，就是你。在他嘴里啊，你比那神仙还好，有文化有本事，还知道疼女人。可他越这么说啊，我越不信。知道疼女人的男人，能让自个儿的女人在外头这么折腾吗？什么是女人啊？女人嫁了男人，那就更应该受到男人的宠爱和体贴。这样的女人啊，她才越来越温柔，越来越会有女人味儿嘛。你们家这个女人呐，就像一棵野草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没人夸，没人赞。你是不是觉得她太没有女人味儿啊？那没有男人疼的女人，她哪儿来的女人味儿嘛？对不起，翠花。兄弟，你不是说对不起他，也不是对不起别人，我说的是你对不起你自己。
他这要一躺倒醒不来，你说你将来怎么办？你怎么对自己交代嘛？像他这种绝对卧床的呀，你们每隔2个小时呢要给他翻1次身，要不然呢他的身上是会起褥疮的。你们呢还要经常的给他按摩他的四肢，还要给他擦洗身体，最好啊还每天在他的耳边跟他讲话，刺激他的神经，这样呢能快点让他醒过来。拖的时间越久，醒过来的几率就越低。这要是拖上1、2个月，即使醒过来了，人也就废了。这种病啊，3分靠治，7分靠养。具体能恢复到哪种情况，还是要靠你们家属的了。我们知道了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翠花，别担心啊，这不是还有我呢吗？还有我呢。再加上我行吗？哎呀，唐大哥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不是，我知道，咱们非亲非故。但是，这个女人对我很重要，我想看着她醒过来，我想看着她生活的幸福。求求你们，让我留下来，帮着你们一块儿让她醒过来。唐大哥，就不麻烦你了，翠花由我们来照顾。那好吧。